65万就可以在北京边上买上一套能落户大产权房，还能让孩子上学。对于想留在北京工作，而且能自己有房住，是多少工薪族的梦想。现阶段在北京边很多地方都有人才引进的条例可以落户，这无疑也是给很多人带来了不少的方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97平大产权房，能落户还方便工作，总价65万，3室2厅，能分期又能贷款。咱们今天就把这个房房子就是家，家就是人类最好的归宿，不仅是心灵的避风港湾，还是情感的寄托之地。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就是这个房子的入户大门，直接开门而入，进来眼前看到的就是入户的独立空间。在这里设计的是方便进出的玄关鞋柜，不仅可以放些衣服，还可以承载着更多的物品。再往里走呢，这边看到的是客厅的空间，整个客厅是南北贯通，北侧是餐厅，南向呢是客厅。在客厅不仅可以舒服的晒太阳，这种南向的客厅呢，还能整体的提升室内的采光效果。老铁都看到这儿了，伸出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嘛。北侧这边餐厅位置设计感采用了原木风格打造，更能够接地气的回归到放松的生活当中。对了，这个房子眼前看到的效果就是咱们实际交房时候的样子。餐厅往里呢，这边是厨房的空间，利用推拉门隔开，也是可以更好的封闭油烟。厨房中整体橱柜以 L 型的方式设计，横跨尺寸比较长，以后生活做饭呢，操作台面也是可以足够的使用。房子的基本情况和位置呢，我把它留在了评论区。继续往前，这边带有一个与客厅分离的阳台，可以看到这个样板间的设计，直接在这里做了一个园区的模拟造景，就是为了让参观的时候呢，能有一种真实的体验感。回到房间以后，眼前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南向的主卧房间，房间中自带着飘窗设计，床头的墙面设计呢，比以往我们看到的白墙效果要感觉到良心的很多。主卧出来的对面这边呢，也是南向的一个卧室，户型设计呢与刚才的那个是一样的，只是在风格上有所不同。这种三阳开泰的户型也会让日后居住感得到更好的提升。这个房间出来以后的门口呢，就是个卫生间，在入户过道处呢设计洗面池，这样呢更能够利用起空间。里侧呢设计的是淋浴间和马桶区，要是直接再给做成干湿分离的，那就更不错了。继续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向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直接就给设计成了一个书房。在3室2厅的家中，我感觉要是把一间房子直接拿出来做书房，确实有点浪费，因为冲着3室的人呢，基本上都是家庭成员增加，为了改善才会选择。好了，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有什么问题呢？评论区一起探讨。关注牧羊，带您看好房。2年前的张家口，那是未来发展潜力不可估量啊，甚至有的地区达到了4万。如今房价成了5500每平，还是在市里边，一场燃烧的希望怎么就成了这样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，伸出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关注一下。今天咱们走进张家口，看套好房子，来看看这俗称京西塞外明珠的大好河山生活起来怎么样。前几年北京的老铁们呢，那是连夜排着长队在这里买房，如今房价成了5500，在这里呢也为之前的老铁们感到了惋惜。那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呢，跟之前2万多每平的那是一模一样啊，小编也是费了多半天的力气才拍完的。接下来咱们就从头到尾的看一下，眼前这边看到的是入户的位置。房子一进门的门口呢，这里设计的是进出的鞋柜，也是每所房子必有的一个功能。进来再往里呢就是客厅，南向客厅的面宽呢是4米，长是6.5米，整个装修呢是现代简约的风格。客厅往南这边呢还有一个阳台的位置，阳台这里呢做了一个榻榻米的休闲区，旁边呢还设计了一个温泉池。房子还是温泉水直接入户的，靠在这里望着窗外，归家的感觉那是真好。镜头转过来呢，北向这边是餐厅的空间。房子是在花园街的3期，早期卖的时候呢，每平是25000元。餐厅这边呢是一个北向的单独空间，旁边就是挨着采光的窗户。再往里呢是封闭式的厨房，厨房呢以 L 型的橱柜设计，纵向呢是4米多，烹饪的时候呢空间也是刚刚够用。我们出来继续往里，你们会看到住的地方那是真的舒服。走到头这边看的正对的就是卫生间，里侧设计的是干湿分离的效果，卫生间的门呢也是很好的避开了入户大门的正对。买房人都知道，正对的大门好像对住进来以后不太好。卫生间出来的南向这边呢是主卧的空间，
光是这个主卧就17平的空间，那也是相当够大的。而且在窗户的位置呢，也是设计了飘窗。出来之后，北向这边呢还有一个次卧，一个2居室的房子，完全够小两口或者是老两口生活了。你们对于张家口未来的发展预期可待吗？评论区一起探讨一下。这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老铁给个关注。为什么说是房价乱套了呢？自疫情以来，很多开发商为了解决资金紧张问题，有些城市出现了大幅度的价格调整，进而呢也出现了很多捡便宜的机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在北京周边河北县城的别墅，因为房价很便宜，很多北京人呢也是为了避暑和度假来这里呢，像买玩具一样买房子。昔日呢这个地方也是排队抢房的现象，如今呢却受到了楼市的影响，无奈之下只能随行入市了。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别墅的跟前儿，眼前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实体参考的样板间。话不多说，我们来一起体验一下。这期视频呢我们体验的是一个120平的迷你合院小别墅，价值是不到120万。现在看到的是别墅自带的小院，样板间的小院设计呢是3面环绕，跟其他别墅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。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到这个房间里边去看一下。来到别墅门口呢，这边是一个换鞋区域，往里呢就是一个公共的过道空间。正面这里看到的是保障隐私的屏风设计，转过来左边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在旁边呢就是南向的客厅。这种风格设计呢还是头一次见。客厅里边的是半落地窗，也让这个房间的采光效果很充足。整个客厅宽是4.6米，长是6.3米。转过来的厨房旁边呢，这个门是可以直接出到侧花园的。继续，咱们再往里呢，这边是餐厅的位置。餐厅这边呢，可以容纳下一个6人同时用餐。餐厅旁边呢，是一间1层的长辈房。由于老人都是腿脚不方便的，所以呢，选择住在1层的比较多。长辈房出来以后呢，旁边这里还有一个空间，可以设计出一个衣帽间。衣帽间隔壁呢就是卫生间，靠窗的里边呢是淋浴间，外边呢是洗手池。1层一共有2个卫生间，现在这个呢是属于长辈房使用的，另一个呢是在楼梯旁边。这个卫生间呢是只能洗漱和平时方便来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到2层去体验一下。2层是属于休息区，一共呢有2个房间，属于是南北的布局。上来之后呢，右侧这边是主人房，里边呢带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。这个房间的面宽呢比较大，整体层高呢是3.1米，房间看上去很大。南向这边呢还有一个可以出到外边的露台，出来站到露台上就可以看到其他的房子。前边一排的面积呢要比现在看到的这个大不少。下期视频呢我可以带大家去看看那个。前边的高层呢都属于是公寓，也是为了满足这个小区的容积率建设的。公寓的价格差不多是在8000左右，也是比之前的优惠了很多。转过来看露台上呢，这边还设计出了一个温泉池，平时也是可以接点温泉水，在这里消磨一下时光。回到房间，在房间的一侧呢，设计的是一个套间，可以放下一个办公桌，做成以后的办公室来使用。再往里边呢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衣帽间，做上了一排衣柜，可以放下很多的衣服。出来之后的对面这边呢，也是一个套房，在这边呢就可以做成一个儿童房，基本上和楼下的长辈房是一样的。房间呢，一进门这里设计的是一个衣帽间，旁边呢还有一个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呢也是干湿分离的。到这里呢，这个别墅我们就看完了。房子的基本位置呢是在咱们北京边上的香河周边。对于看这种改善房子的朋友呢，可以点赞收藏，关注牧羊，带你看北京边上的好房。